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您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将带领大家踏上一段探索人类道德世界的旅程，而我们的向导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亚当·罗斯密。或许你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，因为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力无人能及。他的《国富论》被誉为经济学圣经。然而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不是他关于市场和经济学的见解，而是一部同样具有深远意义的作品《道德情操论》。《道德情操论》是亚当·斯密于1759年首次出版的一部伦理学巨著。在这本书中，斯密深入探讨了人类道德情感的起源、本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。他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同情心、正义感、责任感等道德情感如何塑造我们的行为和社会秩序。那么，为什么在今天，我们还要阅读一本18世纪的伦理学著作呢？答案很简单，《道德情操论》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道德的哲学作品，它更是一面镜子，帮助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，理解我们与他人的关系，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角色。它教会我们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道德的指南针，如何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，不忘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决策时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和社会的整体利益，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怎样？或许我们就不会看到那么多因为贪婪和自私而导致的悲剧。举个例子，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许多人将其归咎于金融界的贪婪和缺乏道德约束。如果当时的决策者能够更多的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，而不是仅仅追求个人的短期利益，或许这场危机的影响就不会如此深远。亚当·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提出的问题，正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面对的。我们如何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，保持道德的完整性？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，寻找答案。1. 同情心，道德的基石。亚当·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首先探讨的就是同情心。他将同情心视为人类道德情感的基石，是理解他人、感受他人痛苦和快乐的基础。斯密认为，同情心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共鸣，更是一种认知过程。我们通过想象自己处于他人的境地，来理解和感受他人的情感。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是人类独有的，也是我们道德行为的基础。在实际生活中，同情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，建立更深厚的情感联系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领导者如果能够展现出对员工的同情心，就能更好地激励团队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在家庭中，父母对孩子的同情心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更强的安全感和信任感。亚当·斯密在书中写道，无论人多么自私，在他的天性中显然有一些原则，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，将他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事情。尽管他除了看到他人幸福而感到快乐之外，别无所得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同情心的本质，它是一种无私的情感，驱使我们关心他人。2. 正义感，社会的粘合剂。正义感是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探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。他认为，正义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，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。斯密认为，正义感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判断力，它指导我们区分对错，指导我们的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。正义感不仅仅是对法律的遵守，更是对公平和公正的追求。在社会中，正义感可以促进公平和公正，减少冲突和矛盾。例如，在法律体系中，法官的正义感可以确保判决的公正性，维护法律的权威。在企业中，管理者如果能够秉持正义感，就能建立更公平的工作环境，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。斯密在书中提到，正义感是所有道德情感中最公正、最精确的。这句话强调了正义感在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，它是我们判断是非的重要标准。3. 责任感，道德行为的驱动力。责任感是斯密道德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。他认为，责任感是推动我们履行道德义务、实现道德目标的关键力量。斯密认为，责任感源于我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和评价。我们通过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来形成责任感。这种责任感驱使我们采取行动，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。在个人生活中，责任感可以促使我们做出更负责任的选择。例如，在消费选择上，有责任感的人会更倾向于选择环保产品，支持可持续发展。在工作中，责任感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和效率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对他人和社会有重要影响。斯密在书中写道，责任感是我们行为的伟大指南。这句话强调了责任感在道德行为中的重要性，它是我们行动的指南针。4. 自制力，道德的自我约束。自制力是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探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。他认为，自制力是我们在面对诱惑和冲动时，保持道德行为的关键。斯密认为，自制力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力量，它帮助我们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，使我们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。自制力不仅仅是抑制冲动，更是一种积极的自我管理能力。
在实际生活中，自制力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各种诱惑和挑战。例如，在健康方面，自制力可以促使我们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保持身体健康。在财务方面，自制力可以帮助我们理性消费，避免过度负债。施密在书中提到，自制力是所有美德中最难实践的，这句话揭示了自制力的挑战性，也强调了其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。5. 道德判断、道德决策的指南。道德判断是施密道德哲学中的核心概念。他认为，道德判断是我们做出道德决策的重要工具，它帮助我们评估行为的道德价值。施密认为，道德判断是一种复杂的认知过程，它结合了同情心、正义感、责任感和自制力等多种道德情感和理性思考。通过道德判断，我们能够评估自身和他人的行为，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决策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道德判断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例如，在职业选择上，道德判断可以引导我们选择对社会有积极影响的工作。在人际关系中，道德判断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、更和谐的关系。施密在书中写道，道德判断是我们行为的伟大指南。这句话强调了道德判断在道德决策中的重要性，它是我们行为的指南针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通过对道德情操论的探索，我们了解了同情心、正义感、责任感、自制力和道德判断等核心概念。这些概念不仅是施密道德哲学的基石，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实践和应用的智慧。我强烈建议大家深入阅读《道德情操论》，并将书中的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无论是在工作中，还是在家庭中，这些道德情感和理性思考都能帮助我们建立更和谐、更幸福的人际关系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做一个有同情心、有正义感、有责任感的人。让我们用自制力控制自己的欲望，用道德判断指导我们的行为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实践这些道德原则时，你会发现，你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充实，更加有意义。亚当·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写道：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幸福，而是为了他人的幸福。”这句话提醒我们，道德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追求，更是一种社会责任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在阅读《道德情操论》的过程中，能够获得启发和力量。祝你们在道德的旅程中一路顺风。